世界杯上早完蛋，痛定思痛把帅换，扎叔出山挑重担，德国能不能翻盘？7月24号，德国足协开发布会，克洛普举德国队球衣站在台上，合同一口气签到2030年世界杯。就是那个扎叔，中文球迷给他起的爱称，带英格蘭豪门利物浦拿过英超冠军、欧冠冠军的德国教练，他自己在台上定的调，国家队主教练是我教练生涯的最高点，这之后不会再有下一站了。听着挺燃是吧？可就这个人，5年前当着记者的面说过一句原话：我恨国际比赛日。更邪门的是，离官宣只剩24天的时候，6月30号，他還在電視上明明白白的說：“我有一份我喜歡的工作，國家隊教練這活可順手兼職不了。24天，從我有工作變成我這輩子的頂點，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咱先把網上傳的最兇的那件事查清楚，他是不是真討厭國家隊？克洛普討厭國家隊這個說法，網上傳了得有5、6年，可把他這些年的原話一句句查下來。”一半是真的，一半是編的。真的那句出在2021年11月，當時克洛普還在利物浦當主教練。那陣子他手底下2個主力代表各自國家隊踢完比賽，帶着傷回來了。賽前發布會上，他當場開炮，原話就是那幾個字：我恨國際比賽日。你注意聽，他恨的是比賽日，是國家隊賽程把他俱樂部的球員踢傷了這件事。國家隊教練這份工作本身，他一句壞話都沒說過。再往前，2018年歐洲足壇搞了個新比賽，叫歐國聯。就是讓各國國家隊沒事也湊一塊打正式比賽。克洛普又開炮，拿英國拳王約書亞打比方，你不會想看約書亞每隔1個晚上就打一場吧？拳王一場大戰打完得歇好一陣子，天天打人就廢了。他氣的是國家隊比賽排得太密，球員扛不住，跟國家隊教練這份工作好不好還是兩碼事。編的那句就是網上流傳的：我永遠不會當國家隊教練。英文、德文的報道翻個遍，查無出處，沒有任何一家正經媒體記錄過他說這話。能查到的，離這句最近的一次表態是2019年他接受採訪時說的：如果哪天這個問題真出現了，我會考慮，但不是現在。你品品，這是沒把話說死，跟永遠不當正好是反的。所以那句話咱就當它不存在。真正值得說到的是2023年那次啊，當時德國隊剛換帥，足協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克洛普，托人去問。他經紀人回話很乾脆，不可用。為啥？克洛普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自己解釋：我本來可以答應，但我不能就這麼扔下利物浦。那年夏天，他剛給利物浦簽了一批新員，正張羅着重建，走不開。你看，又是人和隊的事兒，跟討厭國家隊不挨着，所以捋下來就一條線。他罵過賽程，罵過傷病，就是從來沒罵過這份工作。而且6月30號那句“我有一份我喜歡的工作”也是實話。那會兒他在紅牛集團當全球足球總監。管着人家旗下好幾家俱樂部，日子舒坦着。那問題來了，一個剛說完我有工作的人，24天之後為啥改口？這就得看看德國隊這1個月塌成了什麼樣。德國隊小組賽踢得真不賴，第一場7-1把對手庫拉索直接打穿，全隊開花，前鋒哈弗茨一個人就進了倆。第二場2-1拿下科特迪瓦，2個球全是替補前鋒翁達夫進的。第二個還是補時，最後1分鐘頂進的絕殺。第三場輕敵了，開場2分鐘薩內先進球。愣是讓厄瓜多爾1-2給翻了盤，但不礙事，2勝1負，小組第一出線。到這時候，德國球迷心裡想的還是德國戰車這回有戲。然後就是6月29號，波士頓32強淘汰賽，對面是巴拉圭，一支紙面實力差着一大截的南美球隊。上半場德國先丟一個，對方頭球破門。下半場哈弗茨在英超阿森納踢球的德國前鋒接隊友傳中頭球扳平1-1。中間德國還進過一個。中後衛塔頭球，結果錄像回看給吹了，理由是他隊友擋犯規，侵犯人家門將。這球該不該吹？球迷吵到今天都沒停。而當時替德國喊冤喊得最兇的名人裡，就有克洛普。他的原話：這算犯規，那阿森納就別想拿英超冠軍了。人家假球進的球6成都長這樣。誰能想到1個月後接這個爛攤子的就是他本人？90分鐘加時，德國就是贏不下來。點球大戰就是一人一腳輪流罰，純比心臟。在這之前，德國隊在世界杯上打點球大戰，歷史上1場沒輸過，這是人家祖傳的招牌。結果這一晚上招牌碎了，哈弗茨第1輪就罰丟，隨後前鋒沃爾特馬德也丟了，塔在生死輪直接打飛，3-4，4屆世界杯冠軍讓巴拉圭送回了家，隊史頭一回輸掉世界杯點球大戰。哈弗茨賽後對着天空體育的鏡頭就擠出這麼一句：我有點說不出話。這是我第2屆世界杯，2次都什麼也沒剩。這已經是德國連着第3屆世界杯栽跟頭。2018小組賽出局，2022還是小組賽出局，這回止步32強，3屆3種死法，然後就是連鎖塌方。出局第4天，主教練納格爾斯曼辭職，
他合同本來簽到2028年，德國媒體報道，足協付了大約700萬歐元的解約金。雙方在足協總部談了3個鐘頭。納帥走的時候說了句挺體面的話：“我不是那種会逃跑的人，但在這樣苦澀的失望之後，這支球隊值得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。”緊接着，隊裡的定海神針也走了，門神諾伊爾40歲，宣布退出國家隊。他本來都退過一次了，這屆是專門為了再踢一屆世界杯回來的。結果就這麼個結果，他帶着一項記錄離開。世界杯门將出場23次，歷史第一。主教練沒了，門神沒了，士气碎了一地。據媒體報道，足協主席諾因多夫在內部會上放了句狠話：“我們不能也不會當做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下去。位子空出來了，可空出來是一回事兒，憑啥能請動克洛普是另一回事兒。別忘了，人家在紅牛那份工作還好好的呢。克洛普從2025年1月起是紅牛集团的全球足球總監，對，就是賣功能飲料那個紅牛，人家旗下有好几家足球俱樂部。德甲的萊比錫就是他們的，也就是說，德國足協想請克洛普，得先過紅牛這一關。按足球圈的常規操作，挖人得掏违約金。但這回兩邊整了個新鮮的，德國足協不掏違約金，換成2件事兒：第一，給紅牛支持了一家做脊髓損傷研究的公益機構——生命之翼基金會，捐100萬歐元；第二，承諾在克洛普合同期內把3場德国國家隊的正式比賽放到萊比錫的紅牛球場去踢。足協主席諾因多夫解釋，這是感謝紅牛放人放得痛快，不打官腔。你品品這個結構，錢一分沒進私人腰包，捐給了研究癱瘓治療的機構。萊比錫白得3場國家隊比賽，足協拿到了人，挖一個國家隊教練，挖出個3赢。合同這邊簽到2030年世界杯，那屆由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摩洛哥3家合辦，中間還跨着2028年歐洲杯，等於2屆大賽全包。8月15號正式上任，教練組全是熟臉。利物浦时期的老搭檔克拉維斯、萊因德斯，多特蒙德舊將斯文本德，還有他的經紀人科基克管戰略和創新。內克洛普自己怎麼解釋這24天的改口？發布會上他給了3層解釋。第一層，現在時機對了，2023年攔着他的是利物浦，這回沒什麼攔着了。第二層，我做這份工作不是為了我自己，他說這是國家層面的事兒，還說了句挺大的話：足球可以改變一個國家。我想造出這樣的場面，球迷散場回家的路上說：“哇，那太酷了。”但最炸的是第3层。上任第1天，他當着全國媒體撂狠話：“如果你們亂來，不放過我的家人，我立刻走人，1分錢補償都不要。”我接這份工作，可我也看到了你們是怎麼對待尤利安的。尤利安就是剛走的纳格尔斯曼，上任頭1天先談辭職條件，這操作全世界教練裡也挑不出第2個。對了，他還當众道了個歉。世界杯期間，他在電視台當解說嘉賓，聊首發名單時說漏一句：“幸好現在還是納格爾斯曼在選人。”就還是2字。德國媒體炸了鍋，這是不是說明他早知道自己要接手？他事後自嘲：“這是我的年度最差用詞，我恨不得給自己嘴上來一拳。”官宣發布會上，他又當面跟納帥道了一次歉。德國的老前輩們怎麼看？2種聲音。拿過世界杯的德國老隊長馬特烏斯說的客氣，但不留情面。他有魅力，有個性，有戰績。可這些話都是大家盼着他說的，最後還是要用成績來量。前國腳埃芬伯格更直接，批他第1天就放碰我家人我就走的話不太合適。形而場面話、狠話、道歉全齊了。可球迷最關心的是，他那套滿場飛奔的摇滾足球配得上現在這批德國球員嗎？順手點個訂閱，先說他的藥方。克洛普管自己那套叫重金屬足球，中文球迷習慣叫摇滾足球，特點就4個字：往死裡跑。官宣這2天，他把戰術思路交代的意外的實在，一共5味药。第1味药反搶，這是克洛普吃飯的本事。丟球之後不往回退，全隊就地把球搶回來，趁對方立足未穩直接打。打個比方，一般球队丟了錢包，先回家報案。克洛普的球隊是当街就把小偷按住了。記者問他，德國隊會踢克洛普足球嗎？他答了一個毫無保留的是第2位4後衛。他的原话：能贏下這屆世界杯的那幾支球隊都是4後衛踢的，我們也這麼踢。第3位不打人盯人，這句有意思，他自己補了後半句。但德國最好的球队打人盯人，德國最好的球隊是誰？拜仁慕尼黑。也就是說，新任国家队主帥的体系跟国內最強俱樂部的體系是拧着的，這個彆扭，往後每次公布大名单都得被記者拿出來問一遍。第4位走邊路，今天這一代的組織核心都在邊路，你唯一能拿到的優勢就是邊路那一小活。第5位人得大患，他說自己已經看了57名球員的比賽錄像，世界杯上我們有很多好球員，但踢得並不特別好，首期名單会有驚喜，有些球員會得到他們現在還想不到的機會。因為我想大膽一點，聽着都挺對是吧？正方的理由確實硬。德國現在天賦最高的2個攻擊手，
維爾茨去年天價轉會利物浦的中場核心，穆西亞拉、拜仁的寶貝疙瘩，恰好都是這套踢法最能餵飽的類型。前場把球搶回來，最舒服的就是他倆。克洛普手裡還有戰績當背書，2個德甲冠軍，一個英超冠軍，一個歐冠冠軍，球員會信他。還有一樁德國球迷盼了2年的事兒，基米希，拜仁的全能中场，前任教練一直把他摁在右後衛，克洛普80%會把他放回中场。發布會上有人問基米希踢哪，他就一句：我想把選擇留着，但反過來頭一條一卡殼。這套踢法最指望的2個人都不在狀態。維爾茨到了利物浦之後一直低迷，這屆世界杯0進球，穆西亞拉大傷之後沒恢復到10%，整屆杯賽就進了1個球。第2條，9號位是個黑洞，9號位就是站在最前面的中鋒，高位反搶的第1個發起點就是他。可德國現在拿不出一個正經中鋒。沃尔特马德在英超紐卡斯尔過了難熬的1年，位置和自信全丟了，哈弗茨只能客串，忽冷忽熱。再往後數，一個能立住的都沒有。第3條，门将得從頭建。德國以前愁的從來不是门将，諾伊爾往门裡一站就是10幾年。現在他退了，接班熱門特爾施特根到2030年也38歲了。再往下數的幾個候選，要麼沒經過大賽錘煉，要麼就沒坐穩過位置，全是問號。第4條最深的一條，青训管道細了。這屆世界杯的德國大名單裡，拜仁和多特蒙德2家加起來才10個人，其中5個已經30往上。搁10年前，這2家能給國家隊包圓半套首發。如今這2根管子，以前是主動脈，現在快成毛細血管了。連克洛普自己都認這個天花板。發布會上他自問自答，該問的問題是：我們有姆巴佩、登貝萊那種球員嗎？答案是沒有。如果問我們是不是和法國一樣好，答案是不。但他跟了一句很克洛普的話：我們照樣能贏他们，正方反方都有貨。可吵到最後，你會發現，真正要問的問題得再往深挖一層。德國缺的到底是個教練還是別的什麼？把時間軸拉長看，2018小組出局換帥，2022小組出局又換帥，這回32強出局再換，勒夫、弗利克、納格爾斯曼，現在輪到克洛普，8年4任主帥，成績一屆不如一屆。要是問題真出在教練席上，早該換號。真正壓在德國身上的是5座山，門將要換代，9號位沒人，維爾茨和穆西亞拉這2張王牌必須兌現天賦，拜仁多特的青训管道得重新打通。還有一條最虛也最要命的，球隊跟球迷跟媒體之間的信任，碎了3屆了，得重新桎梏。這5座山，克洛普心裡有數，他沒把自己框成一個只管一線隊排兵布陣的教練。發布會上他說，要跟足協的青训總監沃爾夫一起，從各個年齡段系統性的重構。還有句原話說的挺霸道，如果你們要有耳根，那就會得到完整的有耳根。意思是他要管得比一線隊大得多，從小孩抓起，整個體系他都要插手。他也提前給全德國打了預防針，我們需要现實的期待，成功是看你相对于期待踢成什麼樣。所以說白了，德國這回請的是一個能讓球員、球迷、媒體重新相信這支球隊的人，戰術板上那點事兒反倒排在後頭。1個月前，這台戰車還趴在波士頓的點球點上，1個月後痛定思痛，把手裡最硬的一張牌拍上了桌。德國戰車這是要重新崛起了嗎？光靠魅力和狠話頂不了多久。第1張答卷9月24號就得交，兌現的日曆已經排好，9月底開打歐國聯，歐洲各國國家隊之間的正式聯賽。德國分在最高級別那一檔，同組的是荷蘭、塞爾維亞、希臘，11天要連踢4場。克洛普的首秀9月24號客場挑戰荷蘭，阿姆斯特丹，台北時間25號凌晨2點45，往後半個月，主場打希臘，打塞爾維亞，再客場碰一次希臘，1場連1場。首秀這場球4個看點，一看名單，他說了要大膽，57個人裡會不會真蹦出幾個沒人預料到的名字？2看基米希站呢，他要是出現在中場，就說明藥方開始生效。3看誰頂9號位，哈弗茨、沃尔特馬德，還是乾脆提個新人。4看對面教練席，荷蘭原主帥科曼世界杯出局之後辭了職。荷蘭媒體現在傳的最凶的接班人選是斯洛特，正好是克洛普在利物浦的接班人。注意，荷蘭足協到現在還沒官宣，可這事兒要是成了，首秀就是隔空鬥法，克洛普對上接他班的人。最後出道題3個選項，評論區選一個，選 A。2028年歐洲杯，德國就能奪冠。搖滾足球一響，德國戰車直接復活。選 B， 先把人踢順，成績得等2030，這批人需要時間。選 C， 換誰都一樣。德國缺的不是教練，是一個中鋒，你壓哪個？評論區告訴老馬，9月24號首秀踢完，咱回來對答案。喜歡這種把一件事兒從頭捋到尾講明白的，訂閱點一下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